以前曾经有碰过一个卡车的司机，那么他本身来讲的话，就是一个人载货，然后搬货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突然间就心肌梗塞了。结果我们就是测试打了一点点的消化甘油，直接打到血管里面去，没想到他血管是非常漂亮的，他的血管的直径超过4到5 mm， 相当粗的血管，比我的小指头还粗。那我们就想说，你到底是生活习惯上面是怎么样？他在整个的那个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天要抽3包烟以上。是。那么也就是这个样子，造成他血管容易有收缩的情形，然后他压力很大，所有的货都要他自己上上下下。结果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就告诉他，你第一个一定要把这个烟抽能够戒掉，然后把生活的形态能够稍微调整一下。OK， 病人很健康的出院了。对，所以徐医师今天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哦。各位要注意哦，并不是你胆固醇高，并不是你的低密度胆固醇，尤其是那种小分子致密的脂蛋白高，才会造成血管堵塞。另外一种情况，大家很注意到，心脏，我讲一句叫做心脏被吓到被收缩住了，这种情况也是常常发生的。所以各位不要觉得我很瘦，那我都很健康，我抽血也正常，就不会发生心肌梗塞。因为抽烟，我们知道抽烟是冠状动脉心脏病，尤其是急性冠心症一个独立的危险因子。所以呢，抽烟为什么我们在这节目当中一直呼吁大家不要抽烟？抽烟不是只有会影响你的肺，其实对冠状动脉也是伤害很大。所以今天徐明耀医师又跟我们重复讲了一个抽烟对我们心脏的一种收缩舒张，这种 spasm 我们叫痉挛性的冠状动脉心肌梗塞，这种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所以呢，今天这个2个原因我们都知道了以后，那我们今天就要想到，各位会问我，如果说我平常抽血都是有一些危险征兆出来，那我该要做什么样的检查，或是我该要寻求医生，跟医生做什么样的沟通，才不会，也是才不至于呢发生一种不可挽救的局面？徐医师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说，你给病人建议，那如果你是已经快要步入高危险群，你应该怎么做 ？OK，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很多的年轻人来找我们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的感受都是会胸口闷痛、刺痛，或者是3不5时的这边有点闷，那边有点紧，这是最常见的。那事实上，那冠状动脉疾病来讲的话，最重要的的确就是症状。当你会有胸口闷、痛、喘，或者是一个重压的感受，这个时候来看一看心脏科，你不会吃亏，因为心脏科不会咬你，不会赶你走。当然，我们第一个我会请你要做一个心电图。那么这个心电图主要的目的就是看你是不是已经呈现有心脏缺氧的状态，或者是你有些心律不整的状态。然后 X 光片我们会看看你心脏有没有扩大的情形。有些人他可能是长时间的高血压，但是他都没有在治疗，结果久了之后呢，心脏就慢慢的增厚，逐渐的扩大。那这个时候他当然也会呈现出这些类似的症状。那这些都是很多危险因子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接着呢，我们就要考量，如果说你是一个心血管可能产生的疾病的话，适合的话，没有其他，比如说脚受伤啦，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类似像气喘的一些患者的话，那大概我们会用运动的心电图，让你去跑运动心电图，在你强度的慢慢增加的运动之下，看看你的供血量 OK 不 OK。如果说你供血量好，心电图就不会呈现缺氧的状态。对，如果不好的话，就会有明显的缺氧状态。如果是明显的阳性，
当然后续就要考虑到直接去做心导管。那如果说中间它只是一个看起来有缺氧，但又不是很严重，那我们就会再做进一步的核子医学的检查。当然，最后如果说核子医学检查有中度到重度的心脏缺氧的话，心导管就要开始要跟你讨论了，要让你知道你必须要做，或者是先用药物来做治疗。那如果能够症状控制稳定，在症状不稳定的状态之下，进入到要做心导管的这个阶段。对，所以呢，心脏冠状动脉其实要经过一系列的评估哈，也不是说马上就会做心导管。如果你是直接急性冠心症的话，哈，有怀疑到心肌梗塞，比如说你抽血出来心电图的变化，那个才需要马上做心导管。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一系列做检查，所以各位也不要说掉以轻心哈。那么如果万一你现在是心肌梗塞，我们心肌梗塞分成一种叫做心电图有一个 ST 变化的心肌梗塞，一个叫没有变化的心肌梗塞。是，所以这两个在处理上，可能各位不晓得我在讲哪一类，这是一个心电图上的分类啦。所以我想，请徐医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两种叫 STEMI 跟 non-STEMI 类似这种，中文翻译它就是心肌梗塞里面的那个波有没有上升跟没有上升，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然后你处理上有什么不同 ？OK，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当现在的人都是觉得，就是说只要是心肌梗塞就叫心肌梗塞。当专业的考量就是要考虑是一个 ST 波段上升的心肌梗塞，或者是 ST 波段没有上升的心肌梗塞。就在心电图上的发现。对，这个是从心电图基本上我们看到这样子的现象的时候就要考虑。那么 ST 波段的心肌梗塞的话，意味着就是说它的心脏的坏死的是从外层一直到内层都受到影响了。等于是整个最严重的，整个堵到了。没有错，它坏死的程度是最严重。它如果是它本身来讲的话，它从内层到外层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完全影响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要看是一个 ST 不见得会有明显的变化。对，就是没有那么损坏那么程度那么大的意思。对，它就是不是一个全程的，就是说所有的肌肉3层内中外都已经受损的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它到底第一个，它的心脏的肌肉是不是坏死，释放出来的酶是不是已经上升？所以抽血的要看这个指标。对。那这个时候当然最常见的就是一个 troponin I 这个东西是一个明显的，它会上升，在3个小时之内，它第一个会上升的就是这个东西，其次就是一个对 CPK 的一个 MB form。如果这个也跟着上升，还有它总量上升的时候，这代表就是说它的心脏的肌肉已经在受损。受损的状况之下，当然就要赶快去处理了。对，那我记得好像如果你的 ST 没有提高的话，你还是要密切观察或是助交互变化，因为这种情况是最容易被误诊或是被忽略掉的。所以有些觉得急诊室如果是没有很注意的话，把病人换回去，结果下次他心肌梗塞来就是变成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讲到这里呢，大家就会问我说，那这样的话，如果我真的是心肌梗塞，那我来装，现在大家耳熟能详叫装支架哈。那装支架到底现在有什么进步的情况？要怎么装？那装了以后呢，会有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我也想说，请徐米耀医师来跟大家稍微做这个在治疗方面，我们现在比较新的情况跟进步的技术到底有哪些？那在做心导管的时候，你会碰到各式各样的血管的变化。血管如果单纯就是一个动脉斑块破裂，有血栓卡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把血栓先要清除掉之后，然后把它的这个地方堵住的地方用气球扩张把它撑开，撑开完了之后，如果说它不会再回缩回来，不会超过一个50%的一个再回缩的话，通常可以让它的内皮细胞自然的生长，然后让它保持里面不放支架，
那也许就是一个最天然的一个愈合，它的狭窄的状况可以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那你说这种情况是表示说内膜没有损伤很多，那就是一个最好的情况了。就是我们撑完之后，它不会再回收回来。再回收回来。但是这一点来讲的话，就是很多不同的医师专家，大家都会有一些争执。对，很多人认为是这样子一定是最好吗？希望大家及早认识预防医学，早日做好养生保健。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所有重要的日常健康生活保健常识哦。